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留言指教、批评一下。好，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来欢迎的是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王雅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吉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的就是最近在科技业，尤其是产业之间呢，大家议论纷纷的是 H200要进大陆了吗？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抛出了这个震撼弹，他在 Truth Social 上面呢，他就发文宣布说，批准辉达向中国大陆出售高性能的 AI 晶片 H200，条件是呢，每一笔卖给中国大陆的 H200的交易啊，这美国政府要从中抽趴25%的利润。华尔街日报跟彭博同时指出，这项政策呢是川普在和他的顾问团队进行了好几个礼拜的激烈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而在辉达这边呢，官网上面就介绍说 ，H200跟 H100 GPU 啊两个相互比较的话，在处理这个 Llama 2 70B 这个等这些大型的语言模型的时候呢，可以把推论效能大幅提升到最高2倍。可见得呢，毫无疑问，它是一款高阶晶片。好，那说到了这个 H200，先前我们讨论好久哈，说这个 H20啊不让进到大陆去，结果呢 H20不卖，而且还是降规的。先后呢，听到了美方这边还讲说，我们就是不卖最好的，我们要卖次好的，还不是次好的，连第4等的，就中国大陆就不买了。现在直冲说要卖最高阶的 H200哈，那解禁的方面是美方，大家是觉得看得一头雾水哈。这个如果从决策思维的角度来切入的话，先请教安阳老师啊，怎么看美方在想什么？我想几个部分哈，第一个 H20版是个阉割再阉割的版本哈，所以说基本上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划算的一个产品。而 NVIDIA 现在的已经到 Blackwell， 明年还有这个 Rubin， 所以 H200基本上是过去的一个产品。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是可以开放的。但是有一个东西非常关键、很有趣的就是说 NVIDIA 因为它为了要跟它的竞争对手在做竞争，它现在未来芯片因为摩尔定律已经改变。以前摩尔定律是说我在同等的一个成本概念，我每2年我可以把我的效率提升。可是现在因为大家不断在竞争的效果，最后变成新来的芯片，它的 power efficiency 它是更耗电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单位成本是更高的。对，那事实上它的 CP 值是更差的。而因为 power efficiency 更差，所以有一堆的 supply chain 反而因为这样有一个机会，那反而变成说中国买我旧版的产品，而中国的电力的储备是美国的2倍以上，所以美国的公司在不断的在买新的产品，效能更差，电力资源又更差，而中国倒过来，反而 CP 值是比较好的，而就是你挡它，中国有蚂蚁雄兵的方式可以带过去，美国自己的公司也在做转送的工作，或者是中国可以利用中东、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算力，还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或者是中国公司自己更有 incentive 开发出自己相对克难版的版本来做这事情，所以挡也挡不掉。对，我最近在听产业的分析啊，有一场论坛上面也特别提到，对于美方从拜登到现在的川普一直采取这个围堵封锁，反而是适得其反，养出的这个包括华为啊、中兴啊，他们强大的研发能力啊，这是被美方逼出来的哈。那所以从市场跟研发这2个角度分别再进一步思考的话，因为现在最开心的应该是黄仁勋了。刚才王安雅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H200现在还算新，再过个1年不到，可能又被超越了哈。所以黄仁勋现在想法是什么？赶快就卖吧，是这样。对，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危机是这样当年 GPU 打败 CPU 在 AI， 是因为 GPU 它专门在为 AI 在做事情。但是现在如 Google 来讲，它有 ASIC 比 GPU 更好，因为 Google 它有算力，它加上芯片更 powerful。我认为黄仁勋做一件事很不对的事情，就是他呢跑去找台积电，他要求效能的提升，可是造成 power 更差，也就是说，它会让全世界为了得到它的目的，我上次用了更多的电力，更对环保啊各方面更危害，好像没关系一样的。
那这个基本上来说，我对商业道德的这个我是有严重的一个问号。在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至于他在中国他在乎什么事情，他事实上有一个台湾的机会，台湾自己把它放掉，就是说 NVIDIA 在中国有很多员工，台湾为什么不让这些员工研发的到台湾来？反正美国有长臂管辖权，然后在台湾我们可以有高阶的中国最优秀的这些员工在台湾做研发。在同样的事情，台积电走出去了，为什么台湾不能够把 NVIDIA 想做 AI Factory？ 因为 NVIDIA 想要竞争，将来的 CSP 都有自己的 ASIC，NVIDIA 客户是谁？那 NVIDIA 可以把 NVIDIA 到台湾来做 AI Factory，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积电走出去了，他们承受了关税，让他们可以做转型，他们 AI 化。然后进而把这个变成全世界的中小企业，全世界传统企业都需要靠这个 AI 的这次的 transformation， 用台湾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 AI 太用电了，所以呢就必须要跟美国买 SMR， 就让 nuclear 这个技术在台湾来，美国的 nuclear 进来，然后呢台湾的 NVIDIA 芯片是从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生产的，也解决到美国所谓的贸易逆差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整个半导体未来在突破上面呢，其实有2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一个就是能源，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高阶的人才啊，是研发的人才。好，那现在 H200说要让卖到中国大陆去了，路透社就报道说呢，目前包括了像谁呢？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都已经向辉达提出了采购的需求，而且采购的量还不少哈。这2家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都有意大量的下单。但是必须仍然要等待北京方面的批准。好，另外呢，也看到了 DeepSeek 啊，在今年1月，我们就知道它就推出了成本非常低啊，但是却能够跟矽谷的主流模型竞争的 AI 系统，所以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而 DeepSeek 呢，是由中国大陆的量化基金，就是幻方量化投资的。那有报道指出呢，说幻方量化早在2021年啊，就累积了大约有1万颗这个 NVIDIA 的 GPU， 所以避开了美国从2022之后才对高阶晶片当时候才做了这个出口的禁令啊，所以在被禁止之前早就先买好了。那现在大家在看的是 H200卖到中国大陆去，可是最近我看到这2天有一些分析是说买的到底会是谁？有人说，哎呀，这个民企一定是像刚刚讲到的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但是国企恐怕不容易啊。大使怎么看？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主管单位啊，曾经已经禁掉 H20啊，就是说，尤其是公部门不能买，而且对私部门提出警告，就是它可能有这个泄密的可能。所以这个 H200是不是能够在中国大陆通行无阻啊？现在很多国际媒体都质疑。像 Financial Times 他就很明确的讲，他说事实上中国大陆的主管单位现在正在召集阿里巴巴、腾讯啊、字节跳动啊，来评估一下他们的需求是在哪里，然后再做一个整体的考量。所以呢，这个问题现在好像不是说你要卖，马上你这个市场大门就为你大开，我还不见得买呢。哎，那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的这个环球报道的这个胡锡进他也说，这个美国卖 H200给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阳谋。哎，他说为什么阳谋呢？他说目的是削弱中国本土晶片的发展空间。那当然就是说 H200它的能效，事实上有人说是 H20的6倍它虽然不是第一线的这个GPU， 可是它的能效是比较高的。所以当然市场上一定会有需求，也有很多讲法。有人说，事实上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运算中心算力都已经放在邻近国家，譬如在这个马来西亚那事实上马来西亚它进这个 NVIDIA 的这个芯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事实上的话，很多进到马来西亚晶片也可能将来会进到中国大陆，或者这个运算中心可能就放在境外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政府来讲的话，公权力来讲，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那当然还是要扶持本土的这些这种就是说 AI 晶片的发展。过去1-2年，中国大陆在晶片的发展上已经有了很初步的成效。
华为的升腾910C 啊、910D 啊更高的都已经出来了。寒武纪，今年的股价暴涨，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芯片，得到市场的肯定。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逐渐摆脱一个就是说，AI 晶片必须要非进口晶片不可的一个局面。是，而且呢，本土的这个芯片正在快速的发展。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公部门来讲，它可能也会看看这些业者的需求，可是呢，不会完全开放。那我认为会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你非有必要买的话，那你评估出来非有必要买的话，那它会有设一个前提，你不要对美国芯片在不会让你本身对美国的芯片产生长期依赖这个前提，而且呢会妨碍中国本土的这个相关芯片的发展的这个情况之下，你适度购买有前提的，一定会有前提的。所以我认为就变成就是说，很多这些国际媒体也有说，他说其实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开放，看起来好像川普赚了25%，这个出口税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其实黄仁勋在过去在 H20被美国政府也是川普禁的时候，他过去去说服他们，后来川普就放了 H20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黄仁勋讲了一句话，他说开放才是对中国经济最有效的中国晶片发展最有效的压制。你不开放的话，你就是鼓励中国本土芯片的发展。所以规则很清楚大使刚刚分析是未来，他买的原则就规则很清楚，你要符合原则，符合原则的呢，然后一定的量，我才让你申请购买。那当然，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晶片自主化推得如火如荼所以呢，当然外来的晶片也有可能会压缩到本土晶片的成长，所以这中间怎么样调控买家思维？刚才大使特别做了一个精辟的分析。好，那说到这个 H200要卖给中国大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位技术专家叫 McQuell， 那他就非常的担心，他说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售大量的 H200晶片，等于帮中国大陆的 AI 产业加上了火箭的燃料。因为华为之前就已经坦白说呢，至少2年内无法打造出超越 H200的晶片，所以呢，民主党有位参议员就要求黄仁勋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特要到国会针对这件事情出席听证会，不是说川普决定就算了。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Russ H200过得了众议院这关吗？也不是少数党民主党参议员说的就算了，对不对？我觉得过的机会还是很大了。虽然最近有跨党国会议员有提出一个草案，还是要禁止 200出口到中国去，但是会不会通过，真的是要看多数党领袖跟白宫协调。这个不是民主党自己能通过的草案，而且说实在，很多共和党及国会议员，虽然他们对这件事情跟白宫意见不同，但是不想让白宫川普总统难看，所以如果川普不同意的话，他们就放弃了，不会把这个草案通过。但是有关作证这部分，按照黄仁勋的今年的动作，其实他常常接受媒体访问，也常常跟政治人物互动，尤其是川普总统本人。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管是共和党、民主党招来他来国会作证，基本上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就像大使刚刚有说，黄仁勋从来没有怕表达他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清楚。他觉得最好是让中国依赖我们美国设计的晶片，这个他不是秘密都愿意公开说，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尊重他，因为他有一个立场，他愿意表达。虽然有一些批评其实有很多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鹰派会批评，但是他还是愿意公开站在他的立场，所以基本上他去国会作证，我觉得他一点不怕。那 Lutnick 不会想去因为他怕被少数党攻击。可想而知的是，黄仁勋在这个听证会上面一定会强调是。辉达的晶片卖给中国大陆呢，绝对对美国来讲是有
益而无害的，而且是不只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 Make America Rich Again。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